今天来塔贝洛克大阪第4的拉面店麦柱。谈到麦柱，必须一起谈燃柱。下个视频讲燃柱。如果是不懂的人，大部分都搞不清楚哪个开店时间早，哪个开店时间晚。今天的麦柱开店时间是2018年5月19号。下个视频燃柱开店时间是2016年4月23号。谁模仿谁不知道，如果要模仿的话，肯定是后面的模仿前面的。不过这2家店应该不存在模仿，产品完全不一样，拉面的名字也不一样，只是看着有点像。我说这段话的用意是，很多懂哥不懂装懂，我要考虑到所有观众的水平。我说这些没吃过看了我的视频也可以不懂装懂去当懂哥。排队人数很多，2列，我吃上大概排了1个半小时。我之前还以为只是东京流行清汤面，其实大阪也是清汤面是主流。排名1到5，就1家有浓汤产品，还是连锁店半成品。日本人真的会宣传自己用的鸡原料是有多牛逼，像这种宣传对我没用，我不会像那些拉面博主，看到这些就吹汤有多鲜美，多好吃。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经验去判断，不会被店家的宣传洗脑。当然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但他加一大堆盐，材料再好也没用。你们观察下，汤又是用小锅加热的。我反正喝到鲜美的汤，基本都是在中国，都是滚烫大锅直接打到碗里的。所以好吃的日本拉面，在日本也是极度稀缺资源，跟中国也一样。这家店我排队的时候还发现，客人基本都是30岁以下的，是我见过排队拉面店里年纪平均最低的一家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年轻人看的媒体有大力宣传？反正外国人很少，基本都没看到。像中国人可能都在新斋桥或者五铁炮那些拉面店吃饭吧。我觉得大家旅游就应该找本地人吃的，难道真的是错吗？为什么非要在游客店景区吃饭？想想你们老家景区的饭好吃吗？日本人做完面条会把碗周边擦干净再上菜，挺认真的，我们中国人该学学。日本人在我这里就是努力的插身，面这一块真没中国人随便做的味道好。我说的是平均水平，是顶端，可能顶端还是日本人的好吃。还剩下拉面神次之子的店，还有他徒弟的了，其他热门大部分都吃过了。明年有空的话，2、3月、4月份抽时间，我专门去吃一次看看。那个是真会讲故事。我看纪录片，每天早上开面包车去山里拉山泉水煮面，各种制面的机器，各种熬汤的机器，你们感兴趣可以去搜下。我目前在日本没吃过汤比益贵和好的面，但讲故事的能力比益贵和好太多，价格也贵很多，随便拉一个你听流程都比益贵和强。益贵和肯定也不是中国最好的汤，因为它的食材有限制的，它的那些食材产地不是很好，只是它的那碗面的特征跟日本是最像的。日本我吃过的这些面，我找出不行的2点最大原因是，第一是咸，第二是2次加热。你们别听那些博主吹日本汤多鲜美，啥都品不出来。这碗面如果我没吃过，看品相真的是完美至极的汤底。像这个汤金色透亮，叉烧的颜色很完美的嫩粉色，火候各种都超级无敌。我先把叉烧按下去，用汤加热一下。它的这个面条很普通，你们可以放大看看，看着跟中国面条一样，吃着也差不多，就有点像那种兰州牛肉面的面。我清楚的记得，我吃的第一块叉烧，猪夹气有点明显，虽然口感还可以，挺软嫩的，其他的叉烧没有这个问题。面条第一口挂着面上的汤汁就超级咸，基本吃不到任何鲜味和其他味道了，就是咸味。
汤的洋葱味还是明显的，但还是咸。这个面条是巨咸，大概它要降低差不多1半以上的盐度，才能到正常的盐度。就这个馄饨的肉馅儿肯定是黑的，不好吃，也是挺咸的。鸡蛋还不错，很软。国内的茶叶蛋不能像这样加。就这种就是真正的溏心蛋了。日本的这些鸡蛋生吃是没腥味的，在国内你买黄天鹅的鸡蛋也没腥味，只是那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套路，它产量大的有点吓死人。说真的，我拍摄了面还浪费的话，是有点尴尬的。我是想直接走了。就这面就是咸的比我上次那个不平分的，还是有点更吃不下去。就这个笋子是不错的，不臭也没怪味，很新鲜，脆的挺有水分的。其他几块叉烧味道还是不错的，只是没啥可吹的点。像这个盐度，我应该觉得没有中国人吃的习惯。我是有点硬着头吃，不能浪费，有点尴尬。像这个汤虽然很咸，但对我来说有点偏白开水。我的意思是动物油脂的香味没有吃出来。我感觉可能是它兑的水多了，比例不太对，跟骨头那些东西。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，真正的香味和调料放一大堆是不一样的概念。打蛋无味，但是调料味很重很咸，这是很多不好吃东西的共性。我预告一下，下一个视频那家燃注的鸭肉面也很咸，也不怎么好吃，但是有一款产品还行。燃注我吃了3次，验证了3款产品，得出的结论还行，但可能中国人也吃不惯，只能说在日本拉面里算还可以的，比我吃过的其他几家都还行。叉烧饭的味道不错，跟燃注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很大一股好吃的烟熏味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2家叉烧饭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，好像叉烧饭吃到底部的地方也是有点咸。今天我就不评分了。